说起印度的军事装备，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万国牌。也确实，印度尽管嘴里喊着要振兴印度制造，结果转头军方还是一致认定美制、俄制武器真香。而最近，印度陆军提交的一份报告就暴露出了印度军备为何一定要买的冰山一角。据人民日报海外网在10月1日的消息显示，印度陆军方面正式向印度国防部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直接把印度制造的核心单位印度国家军械设施委员会 OFB 骂得狗血淋头。OFB 一直给陆军提供劣质的武器弹药，尤其在近几年显得尤为严重。在最近的6年时间里，因为该委员会提供的武器弹药频频发生事故，造成了印度陆军严重的人员损失。报告中，印度军方提供了近年来的一些数据，在近6年里，因为劣质弹药问题，共计造成403起事故，前后共计27人直接死亡，159人严重受伤，导致永久性残疾。而在万般无奈之下，印度陆军不得已开始向私人企业求助，而这个结果就只能向国外企业或者国内的二道贩子进行采购。有消息人士指出，今日印度曾就弹药事故做出过统计，自2014年到2020年，这最近的6年时间里，印度国家军械设施委员会 OFB 提供给印度陆军大批量的劣质弹药，例如印度陆军中装备的23毫米防空炮弹、大炮炮弹、125毫米坦克炮弹以及突击步枪的各口径弹药。因为炸膛、哑炮等问题，给印度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960亿卢比，折合人民币也在90亿左右。而按照一些印度网民的说法，这些钱足够把巴基斯坦打出克什米尔了。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军方对于 OFB 这个国产供应来源早就十分嫌弃，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向 OFB 发难，却显得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都知道，在当前地区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印度军方一直在向前线地区运输物资、兵力、武器装备等等，其中很大一部分财政支出都是用于购买武器装备了。这笔钱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流向了国外的军备制造商，而这种对外采购对印度军方来说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发财良机。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军方的捞钱秘诀在印度几乎就是个公开的状态，但是奈何新德里对全国管控力度不足，导致军方一直在借着各种借口从财政里面捞取预算，而后在对外采购上就开始各种回扣。与之相对的，如果是 OFB 提供弹药，钱可就不从印度军方手里走了，而且在国内进行操作，被查出来的风险越大。就这一点来看，万国牌对印度军方无疑是极具吸引力。因此，分析认为，印度军方在当前紧张局势下，突然向自家军工业发难，恐怕也是想借着机会好好巩固一下财路。